上个月初，中国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完成为期8天的首次试航，顺利返回码头。近期，多家境内外媒体对于福建舰的最新动态纷纷报道，称福建舰时隔约半个月就开始第2次海试，刷新中国航母试验试航的新纪录。岛内媒体更大胆推测，可能距离福建舰弹射测试已经不远了。 中国海事局官网6月9号发布来自上海海事局的航行警告：长江口一大型船舶深水航道进口6月11号实施交通管制，其中划明的管制水域与福建舰上月首次进行海试的范围相同。据此消息，多家媒体揣测，这可能是福建舰完成第2次海试返港的时间，而开启第2次试航的时间，媒体则根据上月21号上海海事局发布的对长江口一大型船舶深水航道出口实施交通管制的公告推测为23号。 福建舰在5月1号曾出海开展首次航行试验。根据航母建造工程进展，首次海试主要检测验证福建舰动力、电力等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自2022年6月下水以来，福建舰建造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顺利完成细泊试验和装设备调试，具备出海进行试验的技术条件。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5月17号表示，福建舰首次航行试验达到预期效果，下步 将按既定计划展开后续试验。按照惯例，航母的建造和使用包括几个阶段。航母建造完成后，进入西装阶段，在港口码头上进行细泊试验。细泊试验后，进入海试阶段，主要由海军官兵和工厂人员共同完成，在真实的海况下进行，甚至要经历一些大风大雨等高速机动的情况。等海试期间发现的问题解决，下一步便正式交付海军使用。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称，福建舰在这次海试期间进行了更高难度的海上机动测试，首先是高速航行和最小半径转弯测试。第2次海试主要还是以测试航海性能为主，因为航母首先是一艘船，在海上活动自如的能力就非常关键，这是其他能力的基础所在嘛。首次海试就是以测试航海性能为主，但就像新车磨合一样。 刚开始不可能在路上撒欢嘛，所以很多航海性能科目呢就不能在首次海试进行。那第2次海试就如同磨合之后的新车，可以进行复杂的动作，比如最大航行速度、最小转弯半径、蛇形走位、倒车，以及其他的复杂海上机动等。这对于动力系统就是更大的考验。不仅如此，不同航速下的燃料消耗情况、 舰上的电力系统、内部和外部通信系统、导航系统、续航力、自持力等，也都无时无刻的在进行测试。如果再打个比方，首次海试就像人去练走路第2次海试呢，就像人去练跑步嘛。 有分析认为，根据目前所公布的禁航区信息，福建舰将于6月11号结束在黄海北部海区的航行试验工作，再算上航行回场所需的时间，此次试航至少将持续20天。在中国航母航行试验史上，单次试航超过20天的例子并非首次出现。例如，辽宁舰第9次试航持续25天，山东舰第7次试航持续23天。只不过，在辽宁舰与山东舰的首次试航 与第2次试航之间，都在船厂经历了3个月以上的维护和改装。若福建舰确实是在进行第2次试航，时隔2周便开始了这次跨海区试航，反映了国产航母在设计与建造水平上都在稳步提升。 评论员曹卫东在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福建舰第1次海试的各项实验一切正常，说明它第1步迈出去的很稳，设备的设计和质量都很好。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间隔很短，马上就进行第2次的海试。评论员石红认为，若仅时隔2周就进行持续20天以上的第2次海试，这就说明福建舰的设计建造质量非常出色。首次海试就是对福建舰的航海性能进行测试，航母的线型、稳性、适航性、可靠性等都是棒棒的。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会考虑并决定在很短的时间间隔 去安排第2次海试嘛，这是科学，也是自信啊！福建舰第2次海试持续20天，不但进一步表明了福建舰设计和建造的高质量，而且还能从中看出福建舰的续航力是很大的。2次海试的间隔很短，还表明福建舰的整个海试周期将会比人们预想的时间缩短，也就是福建舰
未来正式服役的时间会更快到来。此外，外界还关注这次海试没有选择在就近的东海，而是一路北上抵达黄海北部海域。对此，石洪认为，这首先就是对福建舰设计建造质量非常高的自信表现。要知道，一艘新舰刚造出来，仅进行了首次海试，就跑到远离建造船厂的海域进行第二次海试啊，那就代表它的总体质量极佳嘛。否则的话，谁也不放心让它跑远嘛。而这种跑到较远的海域进行海试，还说明很多海试科目安排已经在合并进行，这也就意味着福建舰的海试周期将会进一步缩短嘛。多家台媒密切跟踪福建舰的动态，也关注到此次的海试传闻。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认为，能做到这么短时间就进行下一次海试，在于各部门间的密切配合。福建舰2个礼拜啊，它就又第2次海试，那怎么时间那么短？那换句话说，它有一个地方已经大幅提升了，就是同步后勤资源建立了。就是在海试阶段的时候，发现哪些缺失哦，它在后勤指挥中心呢，它已经掌握了，先备好料、备好零件、备好一些相关的这些要补强的这些这个装备零件，做同步。它一进港的时候啊，一回港的时候立刻就开始做了。岛内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推测，福建舰距离弹射的测试越来越近了。我相信啊，对于日本、对于美国等这些海洋国家，他们一定是惊讶到不得了。通常都已经是到第6次、第7次左右才能够进行这么长时的一个海试。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福建舰从设计，然后到建造，它基本上来讲都符合当初的理念跟原理。当您看到有模型的舰载机上去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走位了。那就是可能在第4次可能就要弹射出去，或许更快，搞不好在第3次就弹射了。在岛内时事评论员李一修的节目中，一位自称是资深军迷的岛内网友则感慨，福建舰可能有黑科技。在福建舰没有冒烟的几乎看不到烟的黑烟的情况之下，它如果可以飙到28.3节的话，那事情就大了。你飙到23节，竟然还不需要上蒸汽轮机，竟然还不需要上蒸汽锅炉，那就真的有很厉害的黑科技在了。台湾中时新闻网也在上周发表文章指出，福建舰被视为最有作战能力的航空母舰，比山东舰和辽宁舰更大，与美国最后的传统母舰小鹰级相似。更大的尺寸使福建舰可以容纳更多的飞机。据悉，福建舰的飞机联队数量约为60架。此外，福建舰最重要的升级是采用了弹射器辅助系统，可将飞机快速推进到起飞升力，节省飞机的自主推力。电磁弹射器使福建舰能够发射更重的飞机，效率也更高，这意味着联队更加多样化。台媒指，大陆目前正在开发大量新型舰载机，包括歼15弹射改型以及空警600预警机。评论员曹卫东在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时就认为，如果第2次海试能把动力系统、电力系统进行长时间变换的测试，说明它在未来执行各种军事任务的时候，稳定性、操控性就更好。如果第2次海试成功完成，则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可以看到它下一阶段的海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未来福建舰服役后将会为中国航母建设带来战斗力的新跃升，但在正式服役之前，福建舰还有一段道路必须要走完。石洪认为，福建舰还将进行多次海试。前期的海试以测试航海性能为主，后期的海试将会逐渐转向航空以及作战能力方面的测试，包括电磁弹射器、电磁阻拦装置的具体性能，舰载机在福建舰上的昼夜和其他复杂条件下的弹射起飞、阻拦着舰、触舰复飞，舰载机在甲板上进行相关飞行作业，比如转运、加油、挂弹等各种测试，舰载雷达、电子设备、指挥控制系统的性能、舰载武器系统的测试等等。而在进行这些科目测试的同时，福建舰的航海性能测试依然会同步进行。而当福建舰的各类子系统、设备、舰机配合等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也就到了福建舰正式服役的时候啊。